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嘉兴科技改变生活，我是嘉兴。今天来教大家免费注册谷歌云。很多人都知道谷歌云给每一个新用户有3个月的试用期，并且赠送了$300的试用金。在这3个月里面，它可以覆盖你的所有的花费。但大部分人玩了不到几个月就被扣了成千上百块钱，或者新用户免费试用一到期，机器就直接报废了。你是不是也担心被反向的薅羊毛？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告诉大家，按照指定的配置来创建，即使你3个月试用期过了，依然是可以免费试用的。我会带大家一起从头到尾走一遍，并跟大家讲一讲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搞完了之后，你就拥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免费 VPS。在上面你可以搭建科学上网节点、个人博客、程序项目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先来看一下谷歌云的这项免费政策，它来源于谷歌的2份文件，一份是关于免费的机器配置的，它来自官方的免费计划文档。上面说了，免费的机器就是一个非抢占式的1.2 micro 的 VM 实例，要求选择的地区是美国的这些地区，然后选择30GB 的标准永久磁盘。第2份是谷歌官方博客的这篇关于免费流量说明的文件，他说从2023年的10月1号开始，谷歌云网络的标准层级给每位用户赠送200GB 的免费互联网流量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选择的是标准层级的流量，你每个月的前200GB 的出站流量就是免费的。免费的配置加上免费的流量，就构成了我们可以持续免费使用的 VPS。首先我们先打开谷歌云的官网，这里可以看到可以获享$300的赠金。点击右上角的登录，填入你的谷歌邮箱，点击下一步。国家地区的话，这块选美国，点击同意并继续，添加一个新的付款资料。资料类型的话选个人，地址大家不知道怎么填的话，可以借助美国地址生成器。然后区域的话选俄勒冈，因为俄勒冈是一个免税州，点击随机生成，把生成的地址信息我们复制到这块，然后点击创建。添加一个付款方式，你需要添加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，但前提必须是币种支持美元的银行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币卡。Visa 或者是万事达的信用卡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建议看一下我这一期关于信用卡的视频。其实国内的一些信用卡也是支持绑定谷歌服务的。接下来把你的卡号等信息填进来，点击保存，然后点击免费开始试用，再回答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，然后点击完成。当你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，谷歌云就已经注册好了。无论你什么时候点击激活完整的账号，这$300依然在。只要你是新注册的谷歌云账号，前3个月都会有$300的赠金，和你是否激活账号无关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不着急激活，等试用期快结束，或者是结束了之后再来激活。由于前3个月有$300的赠金，所以你在这3个月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，因为$300一般也很难在这3个月内花完。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如何创建一台永久免费的虚拟机实例。首先进入谷歌云的官网首页，在首页的左上角有3个斜杠，点击它，在下面找到 Computer Engine， 点击进来，在上面找到蓝色的按钮创建实例，点击进来之后，最上面的名称大家也可以修改，也可以任由它默认的。区域的话，这块一定要记住，只能选爱荷华、南卡罗纳还有俄勒冈这3个，因为只有这3个是免费的。我推荐大家选择俄勒冈，因为俄勒冈位于美国的西部，相对于上面的2个的话，离中国稍微近一点。机器类型的话，就选默认的1.2。
机器的话，一定要选共享核心里面的12 micro 这个 EC1GB 的。接着进入操作系统和存储空间的标签页，点击更改。操作系统的话，一定要选 Linux 的系统。如果大家不知道选哪个的话，可以跟着我选 Ubuntu 的。版本选 x86、64的。启动磁盘类型一定要选标准永久性磁盘。空间大小的话，官方给的配额是30G 以内的都是免费的，直接顶到头选30G， 后面的都不需要动。点选择。接下来到数据保护列表页，点击无备份，接着到网络列表页，勾选允许 HTTP 和 HTTPS 流量，下面都不需要动，然后点击可观测性，把这个 Ops Agent 的勾去掉。安全和高级这2个标签页的内容都不需要动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右面显示有 6.11 美元的费用，大家可以不用管这个，只要跟着我刚才的操作进行选择，这些费用都是会被减免掉的。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，也可以看我文档的最下面有相应的机器配置介绍，大家跟着这个表格来配置即可。配置完了之后，点击创建，等待一小会儿让它创建完成。虚拟机实例创建好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搭建科学上网节点。在虚拟机实例页面，点击刚才创建好的这台实例右面的 SSH 连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搭建科学上网的一件脚本。那么如何找寻这个脚本呢？当然是借助我们伟大的 GitHub 开源网站。进入 GitHub 官网之后，点击搜索，输入 Synbox， 这里面的所有脚本大家都可以使用。我推荐大家用这个用户名为勇哥 KKK 的用户写的 Synbox 脚本，因为只有这个脚本最适合小白用户，只需要1行命令，剩下的全部回车即可。当然你也可以选别的，比如说选 star 最多的。大家如果怕麻烦，可以跟着嘉兴来操作，选勇哥的脚本。进入这个项目之后，翻到下面，复制这1行命令，回到 SSH 页面，我们先开启速度权限，输入速度-i， 点击回车，然后就进入了管理员权限，把刚才的命令复制下来，点击回车，先等待它下载完成。问你是否保存 IPv4 的规则，我们选是。当弹出这个页面的时候，这个 Synbox 脚本就下载完成了。输入1，选择一键安装，回车。问你是否开放端口，关闭防火墙，直接回车。使用哪个内核版本，默认回车，选1。到了这块的话就有2种选择了，如果大家没有域名的话，直接点回车即可。如果你自己有域名的话，可以选择2。我这边自己有域名，所以选择2。大家如果想要申请免费的域名的话，可以看我这期的教程。在这块的话，输入数字1，选择申请证书。这里推荐小白用户直接选1，回车。邮箱的话，我们让它自动生成，直接回车。接下来就是输入解析完成的域名。打开 Cloudflare 的官网首页，点击左侧列表当中的域名概览，然后找一个你的状态为活动的域名，点击进来，在左侧列表当中点击 DNS 记录。进来之后，点击这个蓝色的添加记录按钮，类型就选默认的 A， 名称的话根据自己的喜好填一个，也可以填@，填@的话就相当于你的域名为3级域名，只有后面的，没有前面的前缀。然后 IPv4 的地址的话，回到谷歌云虚拟机实例列表页，把你刚才创建的虚拟机实例后面的外部 IP 复制下来，粘贴到这个地址栏。接下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小黄云的代理状态点为关闭，
不然的话会产生一笔 CDN 互联的费用。关闭之后，我们点击保存，等待 Cloudflare 把这条记录解析完成。大家可以把这个域名复制下来，然后在电脑上打开一个终端窗口，输入 ping 空格，后面把域名粘贴过来，点击回车。当我们能ping通这个域名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个记录已经被解析好了。这时我们再回到 SSH 页面，把这个域名粘贴到这块，等待域名解析完成之后，它提醒你是否为各个协议创建端口，我们选1，直接让它随机创建。当弹出这些二维码的时候，我们的节点就已经创建完毕了。你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把这些节点信息单独一个一个添加到你的 VPN 软件当中，也可以翻到最下面，把这个聚合链接直接复制下来，打开你的 VPN 软件的客户端。我这边用的是 V2RN， 在文档当中也有相应的下载链接，点击进来。本身 V2RN 也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件，所以它都能在 GitHub 上找到。点击右侧的 Releases， 找到最新版本的软件包，下载安装即可。安装完 V2RN 之后，在页面点击中间的添加按钮，添加一个分组，给这个分组自己命个名，点击确认。当这个分组建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聚合的分享链接复制下来，然后点击配置项，点击从剪贴板导入分享链接，这时节点就添加进来了。点击右侧的测试链接延迟，测试完之后发现连接不通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谷歌云上把防火墙的端口打开。我们回到 SSH 页面，找到这块，一键安装脚本给我们安装节点的时候，选择的是随机分配端口，它把这些端口都分配给了相应的这些协议，所以我们需要在谷歌云防火墙配置那块把这些端口都打开。由于这些端口都是随机分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范围配置到防火墙规则之内即可。把这个数字复制下来，回到谷歌云控制台，点击左上角3个斜杠，找到网络，点击进来，点击左侧的防火墙，点击上面的创建防火墙规则，名称自己随便起一个，目标选择网络中的所有实例， IPv4 范围填这个，勾选下面的 TCP 和 UDP 端口，把刚才复制的端口范围粘贴过来，点击下面创建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端口开放的太多的话，也可以限制死，把脚本当中配置的这些端口挨个一个一个创建好防火墙规则。当然这2个规则是需要创建 UDP 的，剩下的3个需要创建 TCP 的。但小白用户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用范围就行。防火墙规则创建好了之后，我们再点击这块的测试网络延迟。当延迟显示绿色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些节点都可以用了。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点，当我们把这个 SSH 客户端关闭了之后，而我们的这些二维码还有这些链接我们也都没有保存下来，下一次我们还想找到这些信息从哪儿找呢？这时你可以直接进入 SSH 当中，进来之后一定要记得开速度权限，然后输入 SB， 点击回车， SB 也就是 Sandbox 缩写，这时就打开了这个脚本的交互页面，然后输入9就是查看节点信息，我们输入9，点回车，选择1，点回车，这时就会重新生成这些节点信息。大家在安装脚本的时候，有可能键盘打错了，比如说输了一堆无效字符，你想删除这个，首先大家想到的是就是按删除键，但是按删除键的话会加入一堆的这些符号，这时你需要按住 Ctrl 键，然后再按删除键，就可以把你输入的东西删掉了。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，
你一开始是免费试用的，等到3个月之后，你的服务就会被停掉，你到时候需要回到后台，点击激活完整账号才能够继续使用。点击激活之后，谷歌就开始有权对你进行扣费了。但只要你严格的按照我说的这个配置，而不超出200GB 的流量的话，你依然是可以继续免费使用下去的。如果你有一个旧的谷歌云账号，3个月试用期已经过了，你仍然是可以进来激活完整账号之后，继续免费使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服务的。下面再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扣费问题。首先，谷歌云的所有入站流量都是免费的，而出站流量，谷歌云是给了免费的200GB 的标准层级流量的。200GB 的免费流量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也真不少。正常来说，除非是极其重度的使用，不然这200GB 是完全足够的。但作为一个还不错的美国节点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去折腾的。大家如果手上有外币的信用卡，强烈建议去搞一个，然后愉快的白嫖谷歌云。作为国内用户，不知道如何申请全币种的信用卡，也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。但不幸的是，谷歌云出站到 Cloudflare 的 CDN 的流量是不属于标准层级的，而是属于 CDN 互联的流量，是需要单独扣费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谷歌云上搭建代理节点就需要注意了，不要使用 Cloudflare CDN 相关的服务。域名解析的时候，一定也不要开启小王云。如果你觉得速度慢了，那就建议使用 UDP 的节点 History2 Tweak 来提速。网上的规则变化太快，随时都可能发生调整。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可以帮忙点个赞，点个订阅。我是嘉欣，希望通过科技来改变生活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